全球摩克斯线上的同学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上课的主题是线性电压调节器。线性电压调节器主要是靠一个 MOS 当做一个可变电阻器做调整。那当你这个输出电压下降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呢就代表说你现在跨在输入跟输出端两端的电阻是上升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靠一个回收电路去让这个电阻下降，使得这个输出达到一个平衡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架构图。那基本上它在输出端会有一个 sensor 的电路，然后去经过这个控制电路去控制有一个电流眼。那我们去控制电流眼大小，就相当于这个控制它的内阻。所以呢，当你这个输出电流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控制电流眼，让这个电流增加。那电流增加的时候，就代表说，跨在上面的电阻是减少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线性调节器，它主要的三种形态。第一种是 standard， 也就是标准形态。那第二种是 LDO， 也就是它是低压降的一种调节器。那最后一种是半 LDO， quasi LDO 是介在这两个之间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标准的 regulator。那基本上它需要比较多的电晶体，它的输入端必须要大于2倍的 VB 加上 VC， 它才能够导通。那也就是在这个回路里面，它是 VC 再加上 VB 才能够使得这个输入电压大于这个输出电压，让这个电晶体工作在工作区。那它在输出的时候，它是靠 R1 跟 R2， 然后的分压跟参考电压的比，得到一个电压。所以我们可以由 R1、R2 去决定我们现在输出端所要的电压有多少。这个是 LDO， 那 LDO 基本上它的压降比较少，它只要 V in 大于 VC， 这个 MOS 就会通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它这个压降是比这个 standard 要少很多。那它整个回收的概念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当你这个输出电压掉下去的时候，那这时候这个输出电压会跟这个参考电压去比。那因为它掉下去以后，这个 VP 端就是这个 OP 的输出端，它就会增加，因为正大于负。那一增加了以后，它这个到电晶体 IB 端，它就会增加。那 IB 端经过贝塔放大以后 ，IC 就会增加。那 IC 增加以后，灌到上面那个 Power MOS 的 IB 端，那 IB 端它对整个 IC 就会增加。这时候呢，它会进到更饱和区，所以呢 ，VC 它就会减少。那这时候 VC 减少以后 ，VO 就会上升，那会平衡你刚刚下降的量。所以它是用回收去控制整个这个输出端，让它这个输出达到稳定的目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quasi LDO， 就是半 LDO 的调节器。那它顾名思义就是它电晶体比 standard 少，但是比 LDO 多一个。那一般大概是它不应大于 VB 加 VC， 它就会导通。它的这个电流放大倍率是大概3个电晶体的放大倍率，也就是下面那个的 IB 再乘上面2个。那所以它这个电流大概是介在 standard 跟这个 LDO 的中间。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3个形态的这个差异性。我们首先看它的压降。那一般 LED 的压降它是最小，可能小到 0.1 就可以。那 standard 它是最大，因为它要里面有比较多的电晶体需要去导通，所以它最多可能会到 2.5 特，它才会导通。那静态电流呢，一般因为 standard 它的 gain 很大，所以它所需要的静态电流就比较小。那 LDO 它 gain 比较小，所以静态电流就会比较大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egulator 它的应用。一般这种方式应用在低负载的电流里面。那像我们手机上面的电子当做输入眼，那这种比较低功率的，那适合用 LDO 来做。那它的精准度很高，然后静态电流很小。要选择不同的这个调节器是要看我们这个输入的电源种类。那如果你是用电池当做你的输入，那这时候必须要用 LDO。
它的耗能比较低。那如果你是用 AC 的，就是高压110进来的，那这时候用 standard 的这个 regulator 比较好，因为它的提供的电流比较大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静态电流它的定义，它的定义是输入减掉输出，剩下的就是你的静态电流。那这个静态电流产生包括你的 OP、你的参考电压，以及电阻上面的耗能，跟这个上面电晶体上面的耗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hutdown。那在 regulator 里面上面有一个功能，就是 shutdown 的功能。这个是主要要当你工作在不正常的情况之下，它会做 shutdown， 把输出把它切到为零。所以呢，这时候我们有一些逻辑电路，让这个电晶体直接把它 cut off 进到截止区，使得这个输出电压变成零。那另外一个是反向输入。那当你这个输入端不小心接反了以后，那如果没有任何保护措施，那这个输入会把这个 MOS 把它烧坏掉。所以一般我们会加一个二极体去做保护。那当你这个反向的时候，二极体不会通，那这时候就可以达到这个保护的目的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error flag。那 error flag 它是有一个这个控制电路，它随时在监控输出端，也在监控你的整个控制电路。那当你这个输出有异常，或者是控制电路有异常的时候，那代表说你现在整个电路工作是有问题的。那它就会把这个 error flag 呢的信号把它拉成 high。那你在电源管理那一端，它都知道说现在这个是有问题的，它就会去做进一步的处理。那我们来看这张图是输入端从0到10伏特，然后输出的一些变化情况。所以当这个输入端在2伏特以前，这时候输出都是没有电压。当输入端从2伏特开始到 3.6 的时候，这时候输入会等于输出。那一直到输入端 3.6 的时候，输出会维持在 3.3， 也就是维持在一个稳定电压。那一直到你输入在10伏特的时候，它就 keep 在 3.3 伏特，达到这个稳压的目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晶体上面它的 drop 的电压。那 drop 电压基本上它是输入减输出，剩下的就是在电晶体上面留下来的电压。举个例子，当你输入10伏特的时候，输出5伏特，电晶体上面 drop 的电压就是5伏特。当你这个 drop 电压越高的时候，这时候就代表说你这个电晶体它的耗能是越大的。那我们来估算一下它的耗能的情况啊。这个耗能就是你上面 drop 的电压乘上你现在的流进去的电流。那一般这个 regulator 它输入电流会几乎等于输出电流，也就是因为这个 IQ 很小，静态电流很小，所以它的输入电流跟输出电流会几乎一样。那当你这个 drop 电压越大的时候，那你乘上去等于就 PT 就是我们这个电晶体上的消耗功率就越大。那这个越大呢，它就会产生热，那就必须要做散热的处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散热的情况。那基本上这个散热它主要有一个叫做热阻系数。那在我们这个式子下面有一个 R 西塔，这个就是热阻系数。当你这个系数越低的时候呢，代表你散热越好。那散热越好，你可以承受的 PT 的功率就会相对的比较高。那下图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曲线，那红色就是它引起的安全范围。当你这个工作在超过红线以外，那这个电晶体它就会烧掉。所以当你这个输出电流比较低的时候，那你这时候对过来的就是它的横轴。那横轴它在工作在不同电压的时候，它的消耗的功率就不一样。假设说在8伏特，那你就会消耗到 0.4 瓦。那如果是在5伏特，那它只有消耗 0.3 瓦。所以在不同的drop电压，那在相同电流之下，它所产生的这个功率消耗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静态电流。那静态电流它跟输出电流它是成比例的。一般在电晶体的模式，因为它是用电流放大，如果你输出电流越大，它的静态电流相对就越大，因为它有一个贝塔的关系。那如果是用 Power MOS 当做这个驱动，那 Power MOS 因为它闸极端没有吃电，所以它的静态电流是比
用电晶体会小很多。那么来看一下这个量测静态电流的方法。量测静态电流的方法主要就是在我们的中间角，这个有一个 ground pin， 那这只角对地，它会流进去静态电流。我们只要在上面穿一个电流表，就可以去量测。那右图是实体这个 IC 图，那一般这个地呢是在中心的角位，那左边的输入，右边的输出。那只要在中间的角位穿一个电流表，我们就可以去量测这个静态电流的大小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standby 的 control。那当你这个没有在用的时候，那这时候参考电压或者 OP 它都会耗电。那这时候如果你要节省能量，就是在它的电源端下一个开关。那不要用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 enable pin， 就把它 disable 掉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个零件就不会再耗电，就可以延长我们的待机时间。那我们接下来算一下这个转换效率。那转换效率就是输出功率，输入功率就是 I/O 乘上 V/O， 输入的功率就是 V-in 乘上 I0 加 IQ， 也就是整个输入的电流。那我们来算一下这个 standard 跟 LDO 它的效率有多少。假设我们正在输出3伏特，那你 standard 的 regulator 大概输入要灌5伏特以上，它才能动。然后 I/O 是1安培，那这时候呢，静态电流如果是10米安培，那我们把它算进去，它的效率大概是接近60%。那如果 LDO 我们输入跟输出的差就不用差那么大，大概只要4伏特就可以。那这时候呢，它的效率就可以达到74%。所以当你这个 drop 的电压越大，那这时候你的效率就会越差。所以 LDO 很适合用在低功率，就是因为它 drop 的电压会比较低，那相对的效率会比 standard 高一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转换的响应。一般我们在使用上有可能负载会从轻载变重载，或者从重载变轻载。这个下图这个是从轻载变重载，所以它瞬间回收来不及，它电压先掉下去，然后会震荡。那一段时间以后，它就会维持稳定。那这段时间我们把它称为恢复时间。那这个恢复时间要越短越好，要不然会影响到后面的 IC。所以当你这个恢复时间，假设说我们现在这个负载从低变成高，突然间有拉一个比较大的电流下来，那你现在输入电压会往下掉。你往下掉到正常时间如果太长，那这时候你后面的 IC 整个系统可能会不会动作。所以呢，我们设计上必须要让这个 recovery time 维持在一个相对的一个规格里面。那另外一个是，当你负载从重载变轻载的时候，那这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 overshoot 的问题。因为输出端不需要那么大的能量，那你提供那么大的能量，电压突然间会拉上去。那这时候呢，如果拉得太高，有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装置有可能会烧掉啊。那所以这里的recovery time是你超过去以后，然后慢慢恢复，它的时间有多少？所以这个 overshoot 如果太长、太高，那后面的这个装置就很危险啊，有可能它是会被烧掉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oad regulation 的计算。那假设说我们现在速度从100把它跳到300，然后这个输出电压它会往下掉，那可能从 3.3 掉到 3.2。那这时候 load regulation 就是 DLIO 比上 DLVO， 那算起来大概是 0.05%。然后后面的单位要写它是 milliampere 对电压的变化量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重载的情况。那当你从100抽到500的时候，那它的电压可能从 3.3 掉到 2.9。那这时候其实已经超过这个 regulator 它容许的范围，因为一般我们这个要求要在 10% 以内。那因为它电压已经掉到 10% 以外了，所以呢，它已经超过这个 regulator 它最大的驱动电流。所以一般我们 regulator 有一个规格，就是你的最大能够驱动电流有多少，你不能去超过它。那超过它了以后，你这个电压调节器就没有办法去调节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用 MOS 当做 LDO 的架构。那上图这个是一个 MOS 的这个电晶体，然后一用它是回收拉一个控制电路去
控制这个墨子的闸极端。那它的跟刚不一样是，它这个闸极它是不吃电流的，它是用电压方式去做控制。所以下图在墨子呢，它的等效电路就是很像一个可变电阻啊，它去调整这个输入跟输入端的这个电压。左上图呢，它是它的这个整个特定曲线。所以呢，你要不同的 ID 电流，你就靠不同的 VGS 改变不同 VGS， 它 ID 电流就不一样。当你 VGS 越大的时候，你的出入电流就越大。所以当你现在要抽比较大的电流的时候，那你现在 VGS 就要增加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个输入电流就会增加。右下图是我们这个墨子的小讯号分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 LDO 的这个架构图，因为它是串接，必须用 PMOS 去做，然后呢，再用一个 Error Amplifier 啊，就是我们的误差放大器，去比较输入跟参考电压的差异性。当你差量比较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 MOS 它就会改变它 Z 跟 S 的这个准对差。那 S 端呢，它是在加比较正的端，就是比较大的电压加进去，然后 D 是它的输出端。当你这个输出端电压上升的时候，那这时候它就会把这个 VGS 做调整，让它下降。这时候呢，会维持这个输出端维持平衡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曲线，这个是在不同 VGS 的时候它的输入电压，所以它在 P1 就是输出是 output 1，P2 是输出 output 2，然后 P3 输出 output 3。所以当你不同的 VGS 的电压的时候，它的电流都不一样。那 VGS 差越大，那这时候呢，它的电流就越大。那一般这个 S 是输入端是最大的，那 G 是我们回收的这个输入控制端。所以最大的情况就是你的 G 变成0的时候，那这时候它这时候出入电流是会最大。那最后我们做一下课程总结。我们今天介绍了不同这个 regulator 的种类、LDO 的应用，以及 LDO 的一些效率的分析、响应时间的问题，还有MOS LDO 的设计。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